团团出品。嘿嘿嘿嘿嘿。小姐，你看，四姑娘院里的丫鬟又来欺负人，把你的新衣裳弄坏了。我叫殷真，一个存在感近乎透明的殷府二小姐，从小既不被父母喜爱，也不受兄妹待见，就连来一次上元灯会，还要承妹妹一次亲。上元节的灯谜，各位可有幸猜上一猜啊？上清哥哥，我想要这个。由来巾帼甘心受，何必将军是丈夫？唯我大庆第一女武将，安武郡主饰演。少卿哥哥好厉害啊！安武郡主不仅英勇善战，更是大义灭亲，围剿了意图谋反的亲父齐王，实乃我大庆女子之楷模。若非他兵权在握，当年齐王又怎会意图谋反？哎，你懂什么？好古主见的女子也配评价安武郡主？难怪殷四姑娘从不带二姑娘出门，原来是个没见识的野丫头啊！连安武郡主也敢诋毁，就是。偶尔带姐姐出来一次，怎叫我如此丢人啊？回去定叫母亲好好罚你。公子，真是扫兴。一切准备妥当。辛苦了。可谁能想到，我这个逆来顺受、委曲求全的窝囊废，很快就会将这雍都最尊贵的四天楼炸为废墟。我要这天下分崩离析，要那大庆王朝不死不休。今年的祈愿灯有些特别啊。听说今年的灯是特地送去灵溪的观世塔木果阴的，所以比往年要晚1月才送至雍都。四天楼倒是阔气。太子殿下，陛下要同你商议联姻之事。明日一早带人去搜四天楼。姑娘怎么不在灯上写下祈愿？我的心愿就不劳烦他人了吧。太子下令，明日一早要搜查四天楼。让全部的人撤出四天楼。为何？将火药藏进地窖不就好了？我好不容易安插进去的人。我有不好的预感，先撤吧。可谁能想到，这晚过后，一切都将天翻地覆。老夫人年纪大了，怕是无心管教导姑娘。今日，我便好好教姑娘学术。姑娘，快去救救郭杰吧！大夫也请不到，听说现在全城都在找大夫。上元节的第2日，雍都出现大批昏迷不醒的人，那些人即使之后醒了，小姐你终于醒了，也都死得了魔怔，开始风言风语。姐姐呢？姑娘放心吧，二姑娘正在罚抄佛经，我还将她那新做的衣服扔进了脏水缸，也算给你出了口。你怎么敢啊？老夫人别急，大老爷一家刚刚都醒了，二姑娘已经找大夫去了。娘娘，大老爷，您为何对我下跪？姐姐，我接下去要说的事，你可能接受不了，但我发誓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绝无虚言。今日浑水之人皆是重生之人，在我们经历过的那一世，你嫁给了太子，最后又成为了身份尊贵的皇后，也得是给你跪惯了，一时间改不过来。重生？还是一夜之间这么多人？就是说，除我以外，全员重生了。什么声音？没事，你接着说。你能否证明刚刚说的都是真的？我能啊，但你得先告诉我今日是何日。天和12年，
正月16。糟了，快去报官，告诉他们，今日有人在四天楼埋了火药。谁要炸四天楼？是太子，是他要炸四天楼。太子，明明我放的火药，在别人眼中怎么成了太子？你放心，太子虽行事荒唐，但与你成婚后，便什么都听你的了。那你记得火药是被谁发现的？我记得是太子假借搜查之名埋下火药，在正月17引爆火药，还害死了住在四天楼里的国师。国师死后，陛下便断了药，便一直卧病在床。太子得了监国权，一夜间捉了许多人，连爹爹和大哥都被牵连了。查到了我们家，很奇怪吧？明明和我们家无关，为何会抓到我们头上呢？那时我们家都乱套了，但是还好，是姐姐救了大家。我救的。姐姐不仅救了殷家，后来叛军来袭，也是姐姐挺身而出，救黎民于水火之中。我是不是中邪了？他剿灭了自己的叛军。姐姐后来辅佐太子重整山河，还了天下一个太平盛世。太平？怎么可能？我最恨的就是太平盛世。赶紧叫人去接阿征入宫吧。朕记得，那火药就藏在司天楼的地窖下面。这回你可要查仔细了，莫再叫人冤了你去。不急，你另有打算？殷征是吧？儿臣不相去。至于司天楼，既然这么多人都有了上辈子的记忆，那便等着那主谋自己露出。殿下，属下今早已将火药全数搜出。你怎知火药藏在何处？难道你也是重生之人？那你可知，上辈子我为何要顶下炸毁司天楼的罪名？是为了太子妃？姑娘，我上一世信错了男人，还差点害死你。幸好小姐没有喝下那碗毒汤，但我也遭了报应，被那个畜生摆去了青牢，最后还是姑娘救出了我，还托付肃东王看顾我。我知道姑娘上一世到最后都没原谅我，但我以为姑娘守好了肃东，打理了整个地下商联会。姑娘，我全都做到了。那丰年呢？他如何？他被姑娘挡了一刀，早早就没了。但你放心，重活一世，我定好好护住你们。有2个不听话的在四天楼被抓了。我们的人里面有重生者吗？好像没有。那就非常不走运了。你要留那个丫鬟在身边？我总要确定他说的话有几分真几分假。若都是真的呢？你会原谅他吗？会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有用。地下商联会可不是谁都能拿下的。他若没那本事，即便有肃东王为他撑腰，他也稳不住局面。那为什么上辈子的你没有原谅他？我不肯原谅他，也可能是因为只有不原谅，才能更好地利用他的愧疚来掌控他吧。如今重生之人才是关键。我谋划了这么多年，上一世为何会收手？那罪名又怎么落到了太子上？姑娘，大少爷和林觉清为你当街斗殴了。平日里就知道念书，你妹妹被人嚼了舌根筋还打不过人家，
脸都给你丢尽。2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，竟为了我打架。林觉清怎么也这么没用，真是气死我了。姐姐别担心，大哥没事儿。怎么和你姐姐说话的？没大没小。小点声，你吓到阿征了。我听绝情说，昨晚你未曾拿到花灯，回来路上特地给你带了一个。他记性真好，过了1世还记得这事。老爷夫人，不好了，门口来了许多人，都吵着要迎娶二姑娘。应征救国难，扶持无能太子，开辟太平盛世。她就是神女下凡，来拯救苍生的神女。上一世就是从天和13年开始天灾人祸不断的，也就是太子妃嫁过来的第2年，那不就是下一年？传令礼部，将今年春闱的考题全部重新拟定。莫让无名之辈钻了空子。阿征不必多礼，你从小没有亲母在身边，上一世你嫁进宫后，便与我情同母女。只可惜你都不记得了，不如早日与太子成婚，你可愿意？娘娘若要应征嫁，应征不敢不从。看来是不情愿，我都忘了这一世你还不曾见过文泽呢。去，让太子亲自带阿征去逛一逛御花园。大哥不必。上辈子怕不是冲着那张脸才嫁给他的吧？小女应征，见过殿下。不用装了，想必你府上也有得了怪病之人，也该清楚你的谋划早已败露。说，为何要炸4天楼？太子虽行事荒唐，但与你成婚后，便什么都听你的了。为母报仇。国师曾言，大秦将有胡祸。这句话让整个雍都的胡人都吓破了胆。我生母因为他的一句话，卑鄙自尽，只为保全我一条性命，如他这般以言害人者，就是该死。你可知国师为我父皇制药？若他死了，我父皇危矣。你之所为乃弑君之罪，当诛九族。我没有想那么多。哦，先将你的手从我身上拿开。啊！我说的都是真的。你若不信，就拿着这个玉佩，去问被你抓到的那2个人，便可知我没有撒谎。那就何之下，尽快让我母后打消娶你的念头。是。皇兄，听说那姑娘进宫了，快带我去见见她，我都快好奇死了。她被吓得不轻，该急着要让母后死心吧？那混小子欺负你了吧？莫为他瞒着我。不是太子殿下的错，娘娘别怪他。你呀，就是心肠太软，一会儿我就叫他给你赔罪。殿下，那2名犯人死了。属下刚刚拿着玉佩询问无果，想着回来禀告，哪知刚出牢门不远，便听到里面叫了起来。回去一看，那2名犯人已经气绝身亡。他们怎么叫的？他们当时叫的是“别过来”。你可知国师说的胡祸，原话是怎么说的？祸兮福之所以，祸福相依，不可足也。有2个不听话的在4天楼被抓了，我闯一次内衙，必须赶在他们开口前。不急，应该有人快等不及要见我。那
那我们就准备一份见面礼给他。姑娘，有人来车。母后让我来送你，姑娘。顺便告诉你，4天牢里的犯人已经死了。死了？是啊，死了。盲方蛰了那2个人，不到半刻钟便麻痹身亡了。可巧的是，你的玉佩上恰巧就有盲方最喜欢的花粉。殿下说的这个故事，好生吓人。故事？殿下，难道忘了吗？是民女对殿下的容颜一见倾心，才将自己的贴身玉佩送给了殿下。皇后的宫女们都瞧见了，这上头怎么可能会有你说的花粉呢？若非殿下提起玉佩，我还没发现这是殿下编的故事呢。你可知我身边有重生之人，能证明你是炸毁4天楼的幕后主使。不必担心你的话会被人听了去。千钧便是我所说的那个重生之人。是在想要怎么杀了千钧吗？装麻风的器具还在身上吧？殿下想要搜身，有何不可？哦，原来殿下这般纠缠，是想上我的马车呀？难道这一世，殿下还对我情有独钟？你这样惹怒我，是想让我像上辈子那样抓你全家入狱吗？陛下与娘娘会同意你这样做吗？那你为何又要杀那2个人？不听话的手下，自然要拿来杀鸡儆猴。又撒谎！看来除了4天楼，你还谋划了别的事吧？所以要急着杀人灭口。看来我猜对了。不如我们来做个交易吧。殿下想要什么？嫁人，嫁给谁都行，免得母后日日催我娶你。那殿下想拿什么来换？你这样说话不累吗？我要重生者名单。好。囊括4域。好。要取你的命，我来自草原啊！要取你的命，我来自眼睛无人的小村。殿下与太子妃曾经那么恩爱，我不会要把上辈子吃过的狗粮全都吐出来吧？我来自长安中无人居住的将军。殿下当真要让殷姑娘嫁给别人？要取你的命。为什么你觉得我让她嫁，她就一定会嫁？那你们刚刚商量的这么细致，难道都是假的？要取你的命。听说雍正姑娘与赵文简定亲了。什么？那个吕布侍郎的儿子？哎呀，是啊，听说2家都交换庚帖了。姐姐怎么会选了赵文简呢？或许这一世，你姐姐不想再做太子妃了。那是不是这一世，一切都不一样了？我们也是。别人或许不同，但我们还会在一起的。宁觉清，我姐姐不做太子妃，那我就嫁不了你了。他们若不成婚，那我岂不是这辈子都见不到我的皇孙？陛下，万万不可！太子送来了半份名册，说另外半份会等你入门随着新婚贺礼一同送的。你真打算嫁？怎么可能？那名单怎么办？这名单，难道只有太子有吗？
他赵文简到底有哪里好啊？你不嫁太子，就不能考虑考虑本世子吗？毫无主见的女子，也配评价恩武郡主？这位公子，你哪位啊？不是，谁啊？太子，你不是不嫁太子吗？他这是干嘛？别，我走，我走。殷姑娘，皇后娘娘还等着你进宫呢。皇兄，可算找到你了。母后宫里的嬷嬷头上有蒙风头油的气味。你确定？我什么鼻子啊？你还不知道吗？我还知道，每次殷姑娘入宫时，那嬷嬷都不在。嬴政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什么就选了他？他和旁人不同，并不知道上辈子的事情。想娶我，也不是因为民女做过多么了不起的事。民女有傅娘娘厚爱，民女不是你们记忆中的那个嬴政，没有做过什么了不起的事情。民女只想嫁给一个真正能看到民女的人。那太子也非重生之人，你为何不选他？可是您和陛下，那你又怎知赵文简的爹娘非重生之人呢？可是我们两家连庚帖都换了，而且我也不能无端揣测。傻孩子，桂嬷嬷，去换长叶君那名册来。那些重生之人都是记录在册的，你自己看吧。这么多啊！娘娘能否让我的丫鬟过来陪我一起找？不然我空的。桂嬷嬷呢？怎么不见她回来？那位嬷嬷刚刚不小心落了水，现已送去太医院医治了。都怪我，若不是我，桂嬷嬷也不会掉水里。骗取名册是我的错，如果我好好嫁了，我们之间的交易还能继续吗？他配不上你。你怎知是他配不上我，而不是我配不上他？就算你嫁了，我也不会把名册给你。若能让你不痛快，就算拿不到名册，嫁他似乎也不亏。那你嫁他便是。